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批评指教。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老师，大家好。另外，金周刊顾问林宏文顾问，大家好。还有前大使清华大学副教授赵林大使，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呢，在北京，在中国大陆最近呢发生了一件这个中央高层人士重要的异动，那也就是呢在1月24号上个周末那传出了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以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报道说因为严重违法乱纪遭到立案调查，到这个礼拜已经过了1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说呢，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之后，军方的媒体《解放军报》在近日来连续2天在封面刊登文章，针对负责保卫北京的解放军第82集团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呢，强调要分别学习中共20届4中全会的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当中也指称，张又侠和刘振立2人危害党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冲击到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媒体包括了解放军报对外定调都是张又侠、刘振立2人是泄密但是真正可能的原因，吴岳老师您怎么看？我想应该跟泄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外面现在所讲的大概什么泄密给美国核子武器啦，或者什么涉嫌所谓的政变不成，我觉得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天桥说书的啦。你可以看看解放军报在有关于24号江东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看看那个社论，那社论是给他5个严重的这样一个罪行。对，那相较于上一次何卫东那个去年的10月18号，只有4个严重。那这4个严重跟这5个严重差在哪里？有差的非常有几个。第一个，它是严重的所谓的破坏的党指挥枪，这是当年对何卫东的。现在是严重践踏一个是严重破坏，一个严重践踏。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这5个严重当中呢，也严重的危害到什么？危害到党的执政的根基跟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次没有讲的嘛。第三个呢，对党跟国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嘛。所以很清清楚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只是泄密的问题，就不需要找的这么多的5个严重的理由，把它公布7大罪状的第一个议题嘛。对那第二个，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你去看看同一天的所谓的解放军报，如果我们是看看去年的10月18号，那时候是9名上将，同时包括何卫东被官宣的。你看看今年来讲的话，只有张又侠跟刘振立2位。第一个解放军报都是发表社论，可是第二个，你去看党媒，主要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你去看看18号的去年10月18号的《人民日报》，对，它只有在第6版，用那个国防部的新闻稿来呈现。你看今年有关于所谓的《人民日报》，在同一天是把解放军报的社论放在头版来看待嘛？对，版位根本就不同，完全不一样嘛。所以这一次所涉及的问题，当然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跟腐败问题嘛。那当然你会讲嘛，解放军报来讲的话，连续这么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嘛，如果你把它用到最新的评论的文章，大概就是10月31号，它是发表评论的文章嘛。是这个评论文章把它当成什么？它有几个重点嘛。第一个来讲的话很清楚嘛，这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从严治党是什么？代表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嘛。第二个就是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因为以后在军中，至少在军中，再也没有所谓的政治路线跟腐败问题的高层出现，因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会的7位的委员，包括主席是习近平，对，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是主管军纪的张升明，对，剩下的所有军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没有的，7个里面现在只剩2个，对。那第二个，你去看看解放军目前为止，大概为止来讲的话，编制正常的编制大概40位上将，40位上将到目前为止正常在活动的，大概剩下4位，4位就是包括张升明，
一位嘛，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国防部部长董军，但是他不是中央军委，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刚升任的前些日10月22号刚升任的中部战区，中部战区当然司令当然是主管北京嘛，还有东部战区的司令嘛，大概只剩下这4位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针对何卫东、苗华之后，这次的所谓的针对张幼霞跟刘振立，大概中共所有军方的高层几乎都要洗牌了，全部都已经整顿完毕了。老师，那我请教，这样一个大洗牌哈，这牵连到说超过10位以上，您刚刚特别提到40啊，我看到有些报道甚至讲到说有70到80位这么大的一个人事的变动，它对整个解放军内部哈，尤其是军方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想大概会产生第一个影响，从此军方再也没有针对21大要即将召开，从此军方再也没有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可以有效的形成一股有效的势力，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嘛。第二个，你如果看解放军报31号的所谓评论员文章，它最后几句话是最关键的，对，一定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一个首长制嘛。第二个，坚决听习主席的指挥。第二个，对习主席负责。最重要的，要让习主席放心。所以从这样一个军方的整顿，当然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些上将整顿完，一定会所属的机构全部都会整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为什么张幼霞这个事情会这么样受到所谓重视？因为他跟一般的军人不太一样。是对，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今年已经75岁的一个72岁的人，在20大还能够被续任中央委员跟政治局委员，这历史上很少见的。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说，他18岁就加入解放军的。第三个，他的爸爸，他的爸爸，你可以看到说，对张幼霞爸爸张宗逊，他是解放等于是中共的这样共军的开国元老的上将，所以论军方的资历。论军方的关系，论军方的家世，论军方的从政经历，再也没有人比张幼霞更资深了吧？无人能出其右了。对，那如果连张幼霞这样一个人跟刘振立都已经被整到的，现在全解放军来讲的话，你说还哪有所谓反习的势力嘛？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看的在哪里？就这一次来讲的话，40位所谓上将缺，那最后一次公开露脸就是6位上将嘛，就是12月22号嘛。那很多人都只看到升任2位上将，2位上将是谁？就是我们讲所谓中部战区的严格讲，你看韩胜元就是上一次有关于11国庆阅兵的，对，就是他是出身于所谓严格讲空军，对，他在中将的时间待多久？他在中将足足待了8年，哇，对。那第二个，你看看东部战区，当然负责对台的嘛，你可以看到说，严格讲，东部战区的司令呢，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杨志斌，他在中将，他也是出身于空军，他在中将待了多久？待了4年。所以从这里面角度，大家都知道，军方以前解放军有2个主要的大的系统，一个是苗华、何卫东这些像出身于福建以东南系统为主的东部战区这个部分为主的，另外一个是张幼霞这个作战系统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等了8年，一个等了4年，不能说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就显然什么？显然他并没有卷入到这个所谓系统里面去，而且空军里面大概受创是最小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只升这2个，其他大概都是按兵不动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外界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有史以来对解放军最大的整顿。这个整顿大概要到5中全会之后。大概所有关于中央军委的重要的人士以及上将才会慢慢的补齐嘛。所以接下来这些军方尤其高层人士的安排或是升迁啊，恐怕就像是刚才吴越老师所说的，就是还要在其他人等啊都要被有的上将一定会涉及到他一定会往下清查，对啊，他一定会往下清查。对。那这种过程当中来讲的话，所以很多人总是过度去解读，说什么军中里面呢好像是反习势力很严重啦，军中派系请假。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所有的人，现在上将，所有的重要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跟提拔的。这样听起来，其实习近平的权力是更加集中，而且是更加的稳固。因此，
有人会问2个问题：如果都是习近平的提拔的，怎么越反越腐？解放军报自己讲啊，怎么越反越腐？怎么越反好像越来越多？是，但是他也告诉你，到了这里面已经严格讲已经到顶了。对，已经到顶了。到顶了。对，就是说已经从根，至少从上面的根嘛。那第二个，它下面还会再做清查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比较多的是什么？比较多的是每一个人在习一派独大下，所属一定有不同的派系。这个派系不是挺习跟反习。这个派系是因为出生于不同系统，在资源的竞争，在思想看法上有不同，所以因此这个派系一定会相互竞争，然后严格讲相互抗衡，最重要的什么？相互举报。你既然相互举报，一定是相互毁灭。OK， 那但这样的一个相互举报、相互竞争，甚至是相互毁灭，对于集权于一身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还有就是中央军委会的主席习近平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位研究员资深研究员，就是他也曾经是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叫唐安竹Thompson， 他就认为说，张又侠呢是解放军里面唯一一位现役，而且能对于中方的军力在强项跟不足之处都能够对习近平提出客观建议的人。而另外呢，这个我们台湾这边政治大学东亚所的特聘教授寇建文则认为后来补上的人，无形之间跟习近平的关系可能那么就会越来越朝向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他是说呢，未来习近平呢会越来越像以前的皇帝被孤立在深宫，而且他说，如果军委到时候只剩下一个人，那现在没有补上的话，习近平在危机的时刻要找谁来商量德国之声还下了一个标题说，张又侠这次中箭落马呢，美国失去能够对话的人。这些事情怎么看呢？中美之间如果真的因为军事上的对话缺少了像张又侠的人，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刚刚吴岳老师讲得很详细那么。那我个人稍微能够补充的话，就是这个张又侠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其实是2代的关系。他的父亲刚刚提到那个张又训他是跟习近平的老太爷习仲勋在过去在国共内战时候的老搭档，2代的关系。那么另外就是张又侠他还有一个资历，就是他参加过这个陈越战争，有实战经验的，所以对跟习近平是可以说是关系非常的悠久，而且非常的密切。那另外呢，我可以补充报告，就是说张又侠他的权力除了是第一副主席之外，他也负责军中的这个所谓的装备，跟人事，所以一个管钱或者是物资，一个管人的权力，这是很大的。所以有人在揣测呢，他尤其在管物资装备这方面，是不是跟前不久落马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是有一些利益的重叠？这另外还值得他们调查的地方了。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张又侠下了文，现在马年开始有人上马，有人就落马那么现在问到美国对他的关系，的确美国对他非常重视的。张又侠在2024年，就是前年的8月份在北京亲自跟美国的当时的国安会的这个顾问Jake Sullivan 见面。所以呢，这是他们说是美国大概有史以来很高阶的这个国安官员跟大陆的军方的高层见面的一个例子当然，张又侠这次落马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这1971年的林彪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最高阶的将领被落马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事情呢，所以美方认为是，当然这美方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美国内部也在开紧急会议了。现在那个美国认为说张又侠的落马呢，他主要是美国担心什么呢？就是他指挥链的稳定性因为张又侠在军中是很大的力量，大家都谈过了，他指挥链的稳定性的一个断裂。另外就是他是没有把它视为联系的窗口，这 contact point。如果是失去了这个联系的窗口的话，郭大使，我想请教，会不会增加了中美在军事上误判的风险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而且现在由于川普的时代他的国防部长各位知道那个 Pete Sessions 他这个人是年轻，在目前他的声望远不如过去在拜登时代的国防部的军中的力量。所以呢，拿美国的他们现在要改叫战争部长了。这个塞斯呢，跟中国我了解是1年多来还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中国看不起这个塞斯。对，所以因此大家说这是一个 common 这个 conventional wisdom，
就猜测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军方的互动跟那个 communication 一定很大的漏洞。第一个 ，Sexas 这个战争部长对中国的了解根本还没有 nothing， 但现在又加上中国内部的军方的这个人事的大动动，所以美国现在担心说他们中方的军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对，这个士气打击之后呢，因此他揣测是中国军方呢，他们内部变成这种所谓以效忠为主要的考量，少做少错，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所以因此呢，他对于那个精进战绩反正并不是重点，一定要明哲保身，尤其呢消极避险这是军方从业人员的一个最大的考量。所以因此呢，对于将来他们所谓中国开始主张说2027年能够具备了全对台湾的武力攻占的一个战绩的这种目标呢，美国是认为说有待存疑，所以美国现在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美国现在过去误判的过去算了，可是未来如何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当然，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你现在进行调查，这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现在还没有被开除党籍对，我想5月中也许更了解，他没有被开除，而且看调查结果，第一个是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开除党籍在支持底下？第二个呢，接任人是谁？这是另外一个观察点。OK， 不过现在就对于中美来讲的话，在军事上，尤其是要如何避免跟管控这个可能因为误判而造成的风险是当务之急。那除了在军事上面呢，符应最高领导阶层、党中央的指挥。在这个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这样因为在周末前30号这一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会议，他们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还有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华尔街日报在29号也报道说呢，根据花旗他们基于大陆官方所发布的资讯来统计呢，在已经公布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的20个中国大陆省份当中，现在有13个省份是下调了目标，包括制造业的大省广东省在内。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大陆虽然现在我们说 AI 跟半导体的相关发展是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势如破竹成熟制程也摆脱先前的困扰，但是顾问为什么整个内部我们看整个经济的内需并没有被明显的带动？原因是什么？没错，你刚刚在讲很多的这个省份往下调嘛那往下调，当然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会有好几只脚那我们先看刚刚讲到，就是说 AI 跟半导体发展的确是不错这个不错是在美国的打压下面还是不错刚刚讲传统制程中国的发展迅速这个因为它先进制程，它在成熟制程的市占率是越来越高，是成熟制程它一直发展。对，那另外 AI 的晶片，其实它虽然有先进制程被受到限制，对不对？可是它的好几家公司做 AI 晶片的，都陆续挂牌，每一家公司股价都涨翻天所以上层的这种 AI 半导体，我想这个发展，当然中国是不会放松的，因为它一定要跟美国争嘛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刚刚在讲经济为什么不好，其实内需不好嘛。各位看，就是说这些 AI 或半导体的公司它其实它还是在中国的产业结构里面还是占少数。所以但它的利润，其实刚刚在讲 AI 晶片，那个都不太赚钱的啦，那很多甚至是亏损的啦所以那股价涨很高，是政策希望做多嘛而且是补贴所以这个就是说。股价，而且还有去年2025年，整个全世界股市都涨嘛，中国也涨中国股市涨上来，可是他们事实上他们的消费力并没有出来，就是股票赚到钱的钱不敢拿出来花啦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的资产受到房地产的跌价，其实是影响是很大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在上海他说他们现在去看房子看那个非常好的地段高档的房子，他说比最高的价位大概跌掉一半。那当然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成长的时候涨20倍嘛，房价那现在跌掉一半，其实大家都还是不太敢买这样。那好，讲回来就是说整个经济我们说好几只马车嘛好几个马车那它的出口各位看就是说它的出口其实整体是成长5%，但是呢里面的那个内容改变很大，它对美那个出口降了20%，是，但是呢，对那个东南亚增加13.4%，对欧盟增加8.4%，对，也就是说它其实改变很大，而且你还要看它的那个顺差
达到快1.2兆美金。这个是整个地球上第一次出现有一个国家顺差超过1兆美金的。其实中国的2025年你说出口其实是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啦。对啊，是很畅旺。被美国被川普总统打成这样，关税磕成这样，它还是，但是你去看那个整体的结构出口是不错。可是进口几乎没有成长，所以这结构的失衡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元素。还有包括说，像不只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到的都是高科技狂飙，可是像包括传统产业，你在股市里面就是这样子，高科技不断的好几根涨停啊，可是呢，传统产业就是不动，反而还降哈。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现在连 AI、半导体这些高科技业者也想办法要在大国博弈之间努力求生存。我们稍后回来谈。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就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高科技啊，像是 AI 啊、半导体啊，相关都不断的去狂飙。那讲到 AI， 也看到了这个辉达的执行长呢黄仁勋，他这个礼拜到了亚洲，他的亚洲行先到中国大陆，因为呢去参加这个分公司相关的尾牙，同样最重要的其实是呢拜会客户跟官员啊。当然先到中国大陆，再到台湾来。那对于外传呢？大陆方面已经批准了辉达第一批的 AI 晶片，也就是 H200进口啊。他到台湾的时候，第一个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就回答说：“哎呀，这是假新闻呐！”而且呢，还反问大家说，应该要思考的是，放出这样消息的人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啊。之前传的是说，这个 H200呢已经放行，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而且呢相关的作业程序都已经在进行中。可黄仁勋也说呢，过去几天他在大陆访问的行程当中，他见了客户，也见了官员，可是辉达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 H200晶片的新订单，而且他还补充说 ，H200这款晶片非常适合中国市场，决定权现在就在中方的手中，台湾仍然在考虑，而辉达正在耐心的等待。H200所代表的这个美中科技之间的大搏斗哈，我们其实追了很久哈。特别请教洪文顾问哈，因为最近看到您的一篇文章，就是拿微影当作例子。微影是目前 AI 伺服器的大赢家，那创下了台湾上市柜企业每股税后纯益最高的纪录，在2025年它的 EPS 是高达275.06元。美中市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在这篇您的文章当中也特别提到是微影的董事长洪立宁，他认为说，选择中国大陆市场现在要面对的风险，不只是大陆本地企业，还要特别要思考的是背后的中方政府。那同时这次也看到辉达其实跟微影很像他必须要面对就是跟中方政府打交道您觉得在处理 H200这个大订单，他在这个上面黄仁勋他可以怎么去从中？因为这个牵扯到不只是单纯的商业，它是牵扯到很多的政治思维。是没错，我觉得对辉达来讲他当然是希望卖中国嘛。你一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公司，它其实它在 AI 晶片 GPU 市场，它事实上它的市占率也超过90%。所以他当然希望卖到中国，现在当然是川普总统不让他卖嘛。那还有中国政府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考量很多啦因为最主要是他要扶植本地的企业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这中间还在大家拉锯之中。那我想黄仁勋呢对政府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保持很低调，而且是很友好啦我想他当然很知道中国对他是有一些这个限制嘛，但是你看他去大陆还是腰还是弯得很低啦身段很柔软。那我觉得，但是刚刚在讲到说微影这件事情跟辉达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我解释一下。我那时候写这个微影为什么？因为这公司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很重要的一个 AI 伺服器的公司。它在2012年成立的时候，它是从伟创分出来的。那时候，洪董事长他考量什么呢？那时候他说，因为他要做这个市场，他是想要避开大陆的 BAT， 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跟腾讯。
他以美国的那4家微软，然后Meta 还有 Google 还有 AWS 以这4家为主。那他那时候的考量是什么？因为他说他去中国大陆设厂他的 IP 一定会被拿走。他说他已经看到这个结果，所以他要走美国市场，他不要中国市场。那这个情况其实是做对了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 ，AI 伺服器的推动，事实上都是美国嘛，美国是领先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那辉达，那现在我说辉达跟微影不太一样，是说辉达基本上它整个供应链都不在中国了。它不像微影当年，它可能要考量，它现在整个供应都是台湾呐，或者是只有很少数一家公司叫这个盛宏这个盛宏科技，对，是大陆的 PCB 厂商。那时候那个黄仁勋在赵元宴的时候有没有？他邀宴，其中有一位就是在其中一位，对，就是那个盛宏的那个陈涛，也就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台湾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整个供应链其实它已经不用担心被中国IP 被拿走，对，他现在其实重点是要去销售而已。那他希望销售，这个是最终的结果啦。但我觉得就是说，他当然是希望有销售的机会，但是他事实上他把 AI 晶片都卖到全世界。不过这次黄仁勋来的时候，他特别在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这个 H200的订单说中国大陆已经放行了，说这个是个假消息啊。他说你们应该去反问，为什么有些人要放出这样的消息？大使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黄仁勋他算是个科技的这个人才。而且也是个全世界的一个 international figure， 和他的这个政治的 political sense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高明。你看，像他是华人的背景，可是在台湾出生，他来台湾多少次了？就这一代还在台湾，大陆也去了很多次。可这2个这个两岸的这个领导人他从来不见面，他从来不见面。那个习近平也好，赖清德也好。甚至国民党，他不见任何人，所以他是有他的一个政治判断非常对，他非常精准。他说宁可不要见了谁之后会得罪某一方，然后影响到我的生意，所以他这个非常精准。当然，只有在美国，他跟川普交谈甚欢。有时候川普出去到欧洲开高峰会议，去见英国国王，也带着那个黄仁勋同行，他也乐意跟陪。所以他这个投资的这个人际的关系也非常具有选择性，也非常具有前瞻性。这我们佩服他的地方。其实谈到这个黄仁勋的回答你的问题了，我个人觉得他现在这个回答他的最大的目标是把市场多元化的策略，不再聚焦在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虽然台湾现在台湾媒体把它炒的台湾总部现在在台北市干什么讨，可他都不很积极的表态，连跟那个蒋万安市长见面事情，他也都不做任何答复。那么因此呢，他现在重点并不是光放在亚洲或者是美国。当然这些年来，他在中国的事情呢，中国的占比他的市场中国占比已经从过去的肯定高到20%，它的收益的占比一下跌到最近很低很低。是，当然这受了美国打压的影响。和现在大家不要忽略，黄仁勋他现在重点是摆在欧洲跟中东。他最近呢跑了欧洲很多次，我觉得他的现在，比方说他的投资欧洲的 AI。这是他的新的目标，投资欧洲。欧洲很欢迎他，欧洲 AI 根本不像我们亚洲做的火红，他很欢迎这个 NVIDIA 来投资。第二个呢，他要去所谓追求争取这个中东所谓主权基金的订单。中东主权基金，中东是一个重点。对，所以欧洲跟中东，他的新的目标，他反正做得非常很自在，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你在亚洲跟美国，中国跟美国要考虑东考虑西，G2的压力很大。对，那可是在欧洲跟中东，它的新的一个 playground，一个 play field。所以我觉得黄仁勋呢，他这个总而言之，就回到我刚刚讲，他市场多元化，不再依赖某个地方，可是也不主动的放弃它。这是一个走个折中路线，这是他目前未来的方针。辉达确实对外对内都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哈。对外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非常强劲的对手华为啊，对内其实还有像是超微啦，现在连 Google、Amazon 其实都是他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哈。他们也要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 AI 晶片啊。那现在这次黄仁勋到台湾来呢，其实他也参加在台湾这边的这个尾牙，当然这个
非常多人簇拥着他，然后呢，他也一改先前穿着黑皮衣外套的造型，他现在是改成是穿花衬衫。这次来的时候呢，特别说，你们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有台湾特色啊？走台客风。那当然，除了尾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洪文顾问提到这个赵元燕就是他跟辉达供应链在台湾这边的整个台湾供应链的相关厂商大厂们的这个吃饭。那这次包括了台积电、广达、鸿海、伟创、联发科、细品等等另外呢，是在2025年5月，去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在 Computex 呢，黄仁勋发表演讲的时候呢，还秀出了辉达的合作伙伴，总共有122家之多现在深度布局在台湾的供应链，一方面当然也希望能够抓紧中国大陆的市场，因为两边都不可放有一句形容词如履薄冰，可是呢，却也看到他游刃有余这个吴越老师，您怎么看他夹在 G2 两强中间做生意的 Pitbull？我想辉达大概很清楚的，如果像以这样一个 AI， 它需要将近100多家的供应链，当然顾问最清楚，从台积电、广达、仁宝、鸿海、以将，当然一定是跟台湾，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也很清楚，全世界2个最大的市场，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嘛。中国这样一个 AI 的这市场规模，至少有500亿美金以上那刚刚顾问讲的。本来辉达在中国的市场占它的销售的占有率最高都还有将近15到20%，现在就是等于0了嘛。那因此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市场，如果它的产品卖不到中国去，对，那它的产品在将来中国整个发展起来，它完全被取代了。对，那这个被取代是什么？当中失去了中国市场，这个不是你从中东南美洲那些国家它可以的嘛？因为你一旦那个市场它发展起来，有自己的规格，有自己的标准，你就永远失去到一个这么庞大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双方的争论所在嘛。所以说变成说，现在美中这地缘政治的博弈，本来在拜登时期，顾问最清楚，他连 H20都不准卖。现在已经到达 H200 要卖的原因，是因为 Trump 愿意让他卖。那中国要不要接受他的考虑的原因在这里嘛？对，他们会认为说，如果我接受到，当然 H200肯定比 H2 强太多了嘛，但是它总是比不上最先进的像 G200嘛。那因此中国也在考虑说，也在做一个 bargain chip 的。如果我接受的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勉强对中国 AI 有用的，那会不会等于是扼杀了我自己的自主创新？对，会不会影响到我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我透过这种 bargain chip 的，说不定我还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嘛。所以双方在这个市场上来讲的话，所以 AI 的问题很清楚的。对于所谓的黄仁勋，我相信他很清楚的。对，以 AI 这个系统，顾问一定比我们更清楚的。这个一个地球2套系统标准应该已经成型了啦。是。这个部分不可能有所谓的 AI 这个问题上，不可能美中之间还会有任何的像这种高阶合作的可能的。但是这样一个地球2套系统，那究竟中国还是一个广大的市场，仅次于美国最大的市场。那到底黄仁勋的这样一个辉达要不要在这市场占有，持续保持占有，还是他要彻底从这个市场等于是完全撤出，而让另外一个系统起来，完全取而代之。所以他的抉择就在这个抉择嘛。对，那这个抉择其实不仅涉及到有关于他的企业的布局，涉及到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的大国的博弈，也涉及到什么？也涉及到辉达本身跟什么？跟北京积极想要扶持自主创新华为之间他们的一些科技竞合的关系嘛。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市场如果失去的话，不只是说在利润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对于这个市场一旦没有了以后，其实对于辉达在研发的实力上面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人才。1半以上的 AI 的人才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的。对，不过像刚刚大使也提到黄仁勋夹在这中美2强之间游刃在这当中，其实两方都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跟中美2大国互动的方式，所以其实他应该做外交官的但因为做外交官绝对没有比做商人来的赚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中英两国的关系啊。最近因为英国首相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看起来有回暖的迹象。英国首相施凯尔在29号呢，他特别访中，在北京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呢，英国希望和中国建立更成熟的关系，两国寻求修补因为多年的间谍丑闻还有地缘政治紧张而受损的双边关系。中英两国元首的会谈呢，这次大家算了一下，大概80分钟左右。那这次施凯尔去呢，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啊，因为他带了整个一个商业的非常庞大的一个访问团，包括达成了像是免签旅行协议，还有调降威士忌关税，以及这个 AZ 啊这家非常知名的制药厂商阿斯特捷利康会投资109亿英镑在中国大陆境内要新建制药相关的制造设施。而在16号啊，我们知道加拿大总理就是卡尔尼呢，他才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啊，双方也签署了一项经济协议啊，承诺要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来解决农产品贸易等相关议题。这次很特别的是，大家算了一下，才2026开年才第一个月哈，已经大概有7到8个国家特别。大家看了，包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还有这一次的英国，还有芬兰，然后呢，像是南韩啦，还有包括爱尔兰也是哈。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说，五眼联盟当中现在已经有2眼过去了哈，加拿大还有英国都去了哈，这值得玩味哈，这是大动作的在此时加强对中关系。虽然川普方面已经放话警告，而且他说是提醒也好，是警告也好，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决定走自己的路，大家怎么看？他们的盘算很简单，这2个英国跟加拿大的领袖呢，就是一个是对冲，一个是都套句金融术语啊，一个对冲，一个是避险嘛，就因为被美国给逼的。先说英国了，这英国呢，在2016年的英国做了一个不是民粹性的决定吗？脱欧嘛，脱欧对，脱欧之后他觉得不需要欧洲的市场，他当时寄望美国的这个市场。美国可以给英国很多很多的一个经济的取代这个欧洲的市场，可会发现这些年来，美国给他英国的一些援助或者贸易关系或者科技的交流，远不如他原来所期盼的，所以他对美国失望。但拜登之前都一算，就后来的这个川普呢，可以说是这个对不起啊，250啊，让这个英国更为失望，所以他觉得那我一定要试试看，中国是另外一个可以取代的。英国呢跟中国的关系过去曾有一段时间的冰封期啊。还有 frozen period， 根本两个关系并不是很好。对，那中英的关系过去也经过很多跌跌宕宕，经过一些起伏嘛，就大家都很清楚。也是我们们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一个就跟英国搞的，所以呢，英国跟中国的是完全是以利益取向。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呢，他刚好英国等于说是五眼联盟也好，或大英国协也好，他是领袖国啊，领头羊的国家来美国来中国访问，他当然欢迎了。尤其这个斯凯尔呢，他是本来跟川普关系还不错，可后来被逼的呢，开始对川普的最近的言辞也有些严厉了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斯凯尔去访问中国，中国乐见跟斯凯尔到北京来，而且全力协助他，不但是政治层面，跟他的商业的代表团也有很多的订单，这都是例子。所以英国呢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加拿大呢，我想就更明显。但我个人过去在加拿大服务过啊，加拿大开馆啊，所以跟加拿大的关系呢，也了解加拿大的民族性。加拿大是这样，加拿大过去呢这些年来，他对美国是百依百顺的。加拿大是都听美国的。当初呢，加拿大在那个听说是比美国在更早时期，加拿大想承认这个美国呢，不承认中国，结果美国说不行，那加拿大就一直延了后头，所以中间是有一些。对美国言轻计从，所以过去有个惯例，加拿大的总理啊，被选中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外国啊，就是加拿大，这就是美国。美国总统第一个出访的外国就是加拿大，这2国变成一个兄弟之邦。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上任之后，一连串讲对加拿大很不友善的话，什么加拿大第51州等等，把加拿大气到不行。当然，讲到这个 Mark Carney， 这个总理呢，他的背景又不一样，他不是政治家出身。他是银行家、金融家，过去当过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央行总裁，同时也当过英国的央行总裁，对，就是很特别例子，这很特别。对，所以他基于这个国际观、国际金融的背景，所以他的看法比较务实。他也看到中国它市场的潜力和中国对
加拿大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因此呢，所以它过去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啊，加拿大在2018年呢，英国是在2016年的这个脱欧带来一些挑战。加拿大跟中国关系在2018年孟晚舟事件的中加关系很低潮，所以因此呢，卡尼下来之后，他觉得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可以说重新恢复。我最近看到一篇社论啊，它的标题也很有趣啊，他说其实中方，特别是习近平应该要谢谢川普，对，因为他把中国大陆这边跟西方国家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哈。那所以啊，川普当然一定不满意哈，所以他也公开示警，他就直言说，英国跟中国大陆打交道是非常危险的。可是针对川普的警告呢，英国首相府也回应说，华府事前都已经知道这次呢施凯尔去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还有访问的目标。这句话更酸啊，说更何况川普本人自己也预计4月你自己都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为什么你可以去访问中国大陆，我就不行呢？啊，言下之意是这样嘛。金融时报也指出呢，在川普扬言夺取格陵兰呢，同时还因此一度威胁说要重新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盟友加征关税以后呢，西方阵营就开始出现裂痕了。当然，这也使得北京有机会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吴越老师哈，因为现在就拉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现在看到美国行，但是我们不行，当然一定会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我想说，刚刚大使讲的，还有主持人讲的几个问题哈，就今年如果讲开春以来，1月份以来，那除了去年年底的12月马克宏嘛，包括韩国的新任总统李在明，那我为什么要稍微讲？因为他是6年来第一个韩国总统，是哦。那包括爱尔兰总统的 Martin， 他是14年来，爱尔兰第一个总理访问。好，当然包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是8年多来加拿大总理没有访问过的。芬兰的总理2017年以来没有访问过的，英国的首相也从2018年以来通通没有的。对，18年。重点倒不是说这些人集中在，而且马上德国总理会的。对，因为德国跟法国本来就跟中国的关系常态性互动嘛。说为什么这些少者6年，多者14年的都没有去的？可是今年大概在1个月左右还不到，通通大概都去的中国进行访问嘛。这当然一定有他们的目的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造就这个原因大概很简单嘛，因为这些国家也都看出来，川普上台之后，他更多的不管是远亲，我们讲远亲就是包括亚太的日韩，以及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嘛，还是近邻就是2个嘛，就北边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嘛。对，啊，不管对远亲也好，对近邻也罢，相较于主要的传统的对手，不管是俄罗斯的普丁，还是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他发觉到说，川普对远亲跟近邻那种谩骂、羞辱、关税、压力，完全比传统的，不管是北京也好，或者说俄罗斯也罢嘛。那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很多的国家当然就会采取一个所谓的双重的黑菌嘛。因为不管怎么讲，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高关税的，啊。虽然它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基本上它还是全世界，它有2个特色，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就是刚刚顾问讲，它去年超过1.2兆美金的贸易顺差。第二个，它是全世界第2大的进口国嘛，所以很多的国家当然到中国去就想做几个嘛，这第一个来讲的话，是不是他们跟中国之间传统上贸易处在一个对这些欧洲国家都是逆差的，能不能有所改善？是。第二个，中国市场能不能进一步所谓开放嘛，也在做黑钱的工作，但是我想说，现在来看还不太准，因为这些国家也都很清楚的，后续性的关系取决于几个，第一个还是取决于美中新型的大国博弈，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取决于什么？也取决于川普到底跟这些传统的盟邦、欧洲的盟邦未来的互动是什么？第三个也取决于他们现在跟中国之间所达成的双方的经贸协议到底能不能具体的落实嘛？所以我们之后看到一个趋势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所谓各方原来就有一致性的预期结果？我想说这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好，这个我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让人好奇的是，会不会未来从一个多边原本的多边变成说像单边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经贸的协议啊，这样的一个惯用变成反而是以后的惯用模式，因为川普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说1月份已经有多达7到8个的国家元首，接下来还有这个德国啊，最近可以说是访客不断哦，可以想见中国大陆外交部啊，这是非常的忙碌哈。一个元首可能要访问3天的话，这样加起来也就是1个月过去了。好，那商务部这边的网站则是公布了2025年中国大陆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70392家，年增是19.1%。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呢，统计是7476.9亿啊，年减是9.5%。那从资金来源地来看呢，像瑞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英国这些国家，实际对大陆的投资分别成长了大概有6%，然后2%，甚至是1.5%左右。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呢，达到1855亿人民币左右。现在看到美国方面是选择淡出也好，退出也好，或者是强调制造业拉回到美国，让美国再工业化哈。但从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初步数据来看，来观察的话，其他国家的对中布局是要跟进美国呢，还是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路线？顾问你怎么看？好，我想我先讲结论哦，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几年我们一直看美国跟中国在对打。那我们当时都觉得说中国一定会很惨烈可是你如果把2025年的这些数据看一下我说先讲结论，就是说你会看到美国跟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竞合，但是是共荣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美国这个他要的产业他就要定，川普总统要 AI， 要晶片，要半导体。那他整个建构起来，刚刚我们讲黄仁勋嘛，黄仁勋就是他最好的 AI 大使，他带着他到处中东啊各国去推那个主权 AI 嘛，所以他把 AI 卖到全世界，他要占这一块，那他不愿意，他不让中国染指这一块嘛，所以设备也不给他，甚至晶片也不给他，不让他 AI 发展。但是呢，中国从什么地方把的市场吃下来呢？各位看看，就是说电动车，然后这个我们说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么普及，但是机器人用在很多的领域，不管是工厂的，或甚至我听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大陆做那个扫地机器人，他说哇，最近卖得太好了，因为很多地方工资也涨，人也不好找，哇，这个扫地机器人卖得相当好，美国也卖得很好，所以。你看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已经分好了市场了啦，就是这个老实讲，中国的这种低价竞争的策略，然后产能过剩就销到全世界。我们刚刚说，它到东南亚成长10几%，到欧盟也成长8%，所以它整个它的经济并没有我们想的，当然它内需不好，这是很确定，但是外销出口制造业，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数字，你说2025年那个7476亿。美金，当然它还是衰退啦，比前一年也是8000多衰退啦。但是它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竞争的优势，它就锁定这一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刚刚在讲很多大国家要去中国，那没办法，他们一定要去啊，因为甚至我说那个电动车对，很多欧洲的汽车公司都要去跟他合资，没错，因为他民做的比你更好了嘛。对，所以其实各国也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哈，尤其刚刚顾问也提到竞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最近当然就是在上礼拜我们也特别讲到所谓的新敌人学，就是呢不是去歼灭或者是全面的把这个竞争对手阻绝于外，而是怎么样从他的敌人或竞争对手当中的优势去弥补自己现在的短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有一项新的人事提名案啊，这是他提名前联准会理事 Kevin Walsh 华许担任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
华许呢，他曾经在2006年是由美国前总统小布希任命为联准会的理事。那在金融危机前后呢，担任过5年理事。最近几年呢，他是跟亿万富翁投资人叫做斯丹利·杜肯米勒合作，并且在胡佛研究所这些学术机构来任职。美股的主要指数呢，对于这项人事命令其实在星期五看到是呈现开盘走低那美元则是走强，这显示出呢，投资人对于川普提名 Walsh 来出任 FED 的主席，那并且呢，重新会评估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这个消息呢，已经有一些消化了那当然，这个后市当然还是要看接下来 Walsh 他是不是真的会是，比如说像是降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那包括呢几个经济数据，先提供给大家。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26年1月30号公布了一个最新数据，2025年12月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表现是强于预期，显示通膨的压力仍然存在。那这个年增率呢是3.0%，高于市场预期的2.7%。然后日本这边呢有看到伊藤忠总研他们试算美国通膨原本预期可能会降到2%以下。但是在关税的影响下，通膨率呢大概只能够停留在2%这样的水准降不太下来。日本的关税协会甚至提出警告，他们表示关税恐怕会压低美国经济成长将近有1%左右。顾问，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在关注是联准会这个新任主席因为川普一直都觉得那个鲍尔呢不配合他的政策那所以这个 Walsh 呢，目前市场现在是看是会配合川普的，也就是呢降息的几率很大。可是我要问的是，降息就能够解决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吗？是，其实我们这个经济学这个专家在这里我们张老师是专业了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降息其实不会降低通膨的，对，理论上嘛降息大家更敢花钱，没错，是吗？所以你通膨会上来啊。所以这个那各位看就是说我看到的数字是。通膨美国的通膨数字9月是3%，11月、12月都是2.7%。那2.7%看起来是有下来了但是它还是高于我们 Fed 的目标是2%。对所以这个通膨可能还是，而且那中间里面最重要的数字是食品3.1%，住房租金是3.2%。那我想川普总统他想要降息，他的目标当然通膨其实已经不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最大想要解决的问题。他的降息是希望解决很多他的债务美债债务还是很大嘛，利率降下来对他来讲压力就减轻了。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把全世界的国家都拉到美国去做投资，降息当然是让大家都能够好过一点嘛，能够做投资嘛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新任的Fed的主席我想他要不要降息？刚刚讲降息不会减少通膨。那当然，这也就是他的这个两难之处了如果他要降息，他可能怕通膨反弹，但是他如果不降呢，经济可能衰退所以我想就是说我看一个数字很重要了就是那个贝森特这个我想他讲话我比较相信，你知道吗？他是川普这个那个里面，我觉得讲话他有一个所谓的333，就是经济计划的指标，他的目标是什么？2028年那个赤字要降到3%。然后放松管制，让 GDP 成长3%，然后每日增产300万桶的石油，你去看2024年到2025年它的数字都改善了，也就是说，当然都离它的目标都很远但是数字都改善。但我的意思是，它还有3年的任期，是所以我想2028年，我们可以观察啦，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到底通膨会不会解决？我觉得他第1年是有拿出成绩来，还有一个刚刚我更重要就是说整个产业经济的结构，他要做 AI， 要做晶片，他把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通通拉到美国去了嘛，台积电也去了，对，韩国、日本，然后艾斯摩尔的荷兰、欧洲也通通去了，他把这个生态链已经建起来，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在打造，就是说未来要跟中国竞争一较高下那个是很关键。对，讲到这个降息就是大家都会想到现任的鲍尔因为他真的是在专业的判断上面，因为在2025的时候，其实也讲过说这个降息的次数可能会就是说可能会按照原先这个联准会的预期。那可是后来发现说呢，这个鲍尔他其实在决定的时候，他是按照专业去做出判断，所以次数没有像川普当初讲说就是会一直降，
好，可是呢，现在不只是利率哈，就连汇率啊，美国现在要准备对人民币出招。美国财政部在29号，他们发布了最新的货币报告，表示说呢，将加强对各国外汇交易行为的审查，那包括呢，任何试图阻止本国货币兑换美元贬值的行为。虽然并没有指控哪些主要的贸易伙伴操纵汇率啊？但在这一次的监测名单当中呢，新纳入了泰国，还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呢，都还在名单里面。美国财政部称人民币是严重被低估，也呼吁中方呢应该要及时而且有序的方式来允许汇率走强。好，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直接quote他们的说法是：中方当局应该根据宏观经济基本面，及时且有序的允许人民币汇率走强。是还干预人家的汇率，我真的觉得。那请问吴越老师啊，美国既然对中国大陆施加关税，但是为什么又会担心人民币维持低档会促进出口？因为第一个，当然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汇率多少都会发布政策来表达干预。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的国家。这第一个。那他的主观的想法，为什么贸易会赤字？就是你的币值过度的被低估了嘛，才会强化你的出口的竞争力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哪怕2025年，其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降低了，但是它还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所以它当然对中国的汇率也会持续关注嘛。那第三个，但是他应该也看到了，如果从去年8月份人民币跟美元这样一个汇率的比例，大概是1比7.21。8月初，那如果到1月底收盘为止，已经升到了6.94的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从7.21已经升到6.94，而不是更加进一步的贬值嘛。那刚刚特别顾问也谈到了，那去年中国又创下了大概1.2兆左右的这样贸易顺差跟盈余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当然还是希望中国能够人民币继续升值啊。那继续升值的方式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就是让它的这样一个高关税的政策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发挥嘛。所以说这美国这种想法是从它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有点像这个续命符的概念。但是有没有效果，当然就最终还是取决总体的很多多项的考虑嘛。是。所以其实现在看到说。今年这个开年以来，我们看到说国际金融市场其实是经历了非常震动的这个局势啊。美元的这个指数呢，单周就暴跌，也创下了去年4月以来最差的表现。好，在画面的右方，我们看到华尔街的见闻，他们有一个报道是说呢，ICE 美元指数27号一度跌到了95.60，刷新了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单日是下跌了1.5%。那彭博美元指数呢，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新低。最近6个交易日的跌幅都超过3%，那是去年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的最大跌幅。还有下方这位首席经济学家Wayne Thing， 他则是说呢，这将要引爆新一轮抛售美元的行动可能会让美元进一步的走跌。川普政府内阁当中有多位成员也同样是力挺美元走贬的，原因是因为呢，弱势美元是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好，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刻意压低美元的做法，真的会是如他们的计划，然后让这个弱势美元的情况之下，让其他的国家就是乖乖就范，买美元，大量的买美国商品吗？好，很快的讲啊，这个川普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弱势美元呢，他出发点就是他想法是以这个汇率来换市场，这种还是一个豪赌了。可是有一个关键问题他没有解决，就是说那个高关税跟低汇率之间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我想这个大家可能清楚。怎么说呢？比方说你通常像这个你的关税要是高的话，它会提升美元。那美元的话，就比方说进口减少了，那么通膨上升，然后利率就维持高点。所以因此呢，所以它是维持一个高关税，它 promote 一个高关税，同时又希望一个降低这个汇率，低汇率。这就好像一个人开车一样，比方说开车一脚踩他这个油门加油，这就是提高关税；一脚同时踩刹车，就降低汇率。这是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同时踩怎么？对，同时觉得他就车子一定会出事吧？不，这川普他一个想法，他的那个阁员也没办法，只好听川普的。但是我想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至于美国的
国家会不会因为你的利率，那美国的汇率减少，就会减少他们购买美国货？我觉得还是很多因素了。怎么说？第一个呢，它美国货的这个，它不是光靠这个汇率了，它第一个还有你说所谓一种其中一个竞争性的贬值啊，各国会贬值它的汇率。